眼前的呢就四桥水道，这边还有很多个台阶要下。这里也写着龙湾湿地啊，因为前面这条呢被称之为龙湾村。看到河的对岸有很多的水杉树都枯黄了，有一种冬季的氛围。从这边开始，左侧连绵不绝的都是鱼塘，也就是钓鱼场了。现在呢，我已经骑行在紫泥大桥上了，下面的是紫泥河。嗨，大家好，吃了中午饭啊。今天下午有完整的1个下午的时间，趁着天气好，而且今天是短打蛋，并且呢在车把上装上了码表。我们今天是会去骑的长一点的路，目标呢就是紫泥岛那个环岛的道路，但是从这边到紫泥岛呢大概17、8公里啊，所以这一个来回呢应该有40来公里的距离。那我们今天呢主要不是在这边跟大家慢聊，主要就是省点力气啊，跟大家一起来欣赏冬日的风景。当然我指的是广州的这种像春天一样的冬季。好，我们现在推车上一个坡，准备从祈福新村的天湖居骑出去啊。在村内已经骑了差不多1公里有余了吧，但是我的码表好像没有什么反应，我觉得还在这边等一等，收一收卫星。这个码表它要收几颗卫星，要收到以后呢才会工作。看看现在还在闪烁之中，差不多等了1分多钟了，现在好像卫星的这个信号已经没有闪烁了，看看是不是已经可以开始导航和记录骑行的距离了。现在是下午的1点37分了啊。
骑到这边呢，突然发现这边修了一条路啊，这个是一个什么路口呢？看看这是一个垃圾转运站的工程项目，不知道这里以后是不是只是给运垃圾的车出来呢，还是人和车也可以借到这里呢？这个就不清楚啊。我觉得自从有了这条莲花山道，祈福天湖居这边的车门已经不够了，在怡湖湾这边应该再开一个门就好了。这样呢，去到景观大道就是一步之遥了。刚刚猛骑了几公里，现在应该已经到了4-5公里的距离了吧。那我刚刚没有说话因为这段路呢都是骑来有骑的马路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就以最快的播放速度来过一下就好。现在呢，我已经骑到了莲花大道这条山道的差不多最高的地方了，再往前一点点就应该顺坡而下了。其实今天我上午开车出门本来打算送完家令以后呢，就去找一个地方清静的地方把车开到那边，在那边骑行休息一下。谁知道在半道上就发现我的车右后轮胎失压了。没办法只能跑去修理店再去看了一看。结果一看不要紧，谁知道不但是右后车胎，包括左前车胎呢也失压了。这真的让人觉得有点奇怪结果呢，2个轮胎都扎了2个很大的钉子。因为祈福新村周边现在很多施工的工地，就你一不小心呢就会中招，当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所以呢，花了1个多小时补了胎，就只好先回家吃饭所以吃完饭以后呢，我们就改变方向，还是从天湖居的侧门那边，向着景观大道，向着沙地路，也就是向着赤潮水道边上的骑行道骑过去。然后呢，我们希望通过龙湾村，最后呢能够去到紫泥岛这个就是今天的大概的打算。那么这些路呢也都是骑了很多回了，我今天就是健身锻炼而已所以少说话，多看景，愉快的在这样的山道，在河边的骑行道等等地方呢，骑行生活就是做一个骑行的记录而已。现在呢，骑过玉山西路，前面呢就是景观大道我要向前面骑行到景观大桥，然后上桥，
到了石桥水道呢，在下桥，在石桥水道的另一侧骑行。前方呢就是景观大桥，现在我要骑上桥去。现在呢，已经骑到了景观大桥的桥顶，然后要向右侧的一条楼梯推车下去。眼前的呢，就石桥水道，这边还有很多个台阶要下。现在呢，已经推车下了大桥，然后我要沿着石桥水道的这一侧的马路，一直骑到前面的龙湾村。从祈福新村骑到这边，现在码表显示的是7点几公里，但实际上呢，应该是8.5到9公里，因为以前我都骑过的。那这段路呢，我花了半个小时骑到了这里。现在我们在石桥水道边上是一个比较漂亮的林荫路，来缓缓地骑到前面去。这段路呢，相对来讲比较舒适，在水边，而且有茂密的马路边的这种树木。河的右前方呢，有一个古庙，但是我们今天走的是这一侧，就不会经过那里了。这里也写着龙湾湿地，因为前面这条呢被称之为龙湾村。
右侧叫日落河谷，可能是在这边看日落的吧。这边的四条水道到了这里呢，就分成两股，右侧那边的就平山冲了，这边的就叫龙湾冲。看到河的对岸有很多的水杉树都枯黄了，有一种冬季的氛围。我们来看一看，这个河里还有人在那里划皮划艇，远处呢有人唱歌。我之前骑行好像没有留意到这个季节，河的对岸有很多的这种水杉树，有一种冬日的景象。从这边开始，左侧连绵不绝的都是鱼塘，也就是钓鱼场了。今天人还不是很多，一到周末天气好的时候，这边钓位上很多人。我看地上都有写，这条道路呢是龙湾冲地道。左侧就是滴水岩森林公园的一个侧门了。你看啊，左侧这边敞开的那些鱼塘，还是有人在那边钓鱼的。综合堂28块钱畅玩一天，不知道什么概念啊？28块钱就可以在那边做一天钓鱼吗？应该是推广价格。东兴高速龙湾冲大桥在我的右上方。这就是跑的东兴高速。左侧这边有更多的鱼塘，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这条骑行道。你看，就像在树洞里面穿行一样。
到了这里呢，就来到了龙湾村湿地了，这条绿道边上的最后一个观景平台了。到前面呢，再过去一点，那就是龙湾村了。那我们在村里面去骑行一段，就可以上紫泥大桥，就可以去到紫泥岛上。这个下面很多人收的那些鱼竿，我们在这边稍事休息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继续回到骑行道上了。这里转出来呢，就已经来到了这条大马路上了。这里就是龙湾村了。龙湾村的主体呢，应该是在对面，但是我知道前面经过那个象郡中学，有一条小道是可以过到对面去的。我的左侧呢就是象郡中学，看上去相当不错的一个中学，但是我要从这边呢，在桥底下经过，从前面就可以去到龙湾村里了。从左侧这条马路呢，进去就是龙湾村了。好，我们到村道上去走一段。这里已经来到了龙湾水闸管理区了，我们要骑过这个水闸。经过了这个水闸，其实紫泥岛呢就在我的右侧了。右侧这座大桥呢，就紫泥大桥，
现在我要去找上桥过桥的路。就是从这边推车上桥。现在呢，我已经骑行在紫泥大桥上了，下面呢是紫泥河，桥的那头呢是紫泥岛。从紫泥大桥下来呢，右侧那边转进去就是宝墨园的大牌坊了。我们今天第一站呢就在这边结束，这段稍微有点长啊，大概有15公里左右，但是呢也非常顺利的骑到了这边。那我会来剪辑一下，把一些路段呢给它快放的形式分享给大家，希望不要占用大家宝贵的观看时间。谢谢大家的陪伴，谢谢大家的跟随。我们现在从这边要拐入宝墨园的牌坊里面了，我们一会儿见吧，拜拜。